最近呢，我咖啡喝的比较少啊，改喝茶了。有朋友问，听说这个冬天啊，喝绿茶不太好，应该喝红茶。那么红茶和绿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影响？冬天到底是该喝红茶还是绿茶？今天呢，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跟我们健康有密切关系的话题。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一个叫红茶，一个叫绿茶。它们其实呢都是同样的茶树上的叶子做出来的。那么红茶呢，它在揉碎以后要放在空气中进行氧化，在这个氧化之后呢，它的颜色就比较深，所以呢我们叫红茶啊，西方人直接就叫做黑茶 （black tea），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呢几乎是深褐色的。另外它的茶味呢更浓郁，也更特别。而绿茶呢也是同样的杉树的叶子，只不过呢它在加工的过程中啊，避免了氧化这个过程，所以它的茶叶的颜色呢比较清淡，有茶叶本身的清香的味道。既然都是茶嘛，所以它们一定有很多的共性。所以它的第一个共性啊，就是它们都含咖啡因啊。咖啡因大家知道，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啊，增加我们大脑的注意力，对我们的思维情绪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它是因为呢，它把大脑里面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给抑制了啊，所以人呢就精神起来。但是呢，红茶和绿茶的咖啡因的含量有些不一样，绿茶呢含的低一些，比如说8盎司的绿茶大概不到40毫克，但是呢8盎司的红茶呢就可以高到100毫克。红茶的咖啡因含量比较高一些啊，如果你想提神啊，这个红茶呢比较有效。它们两个当中呢还同时含有另外一个东西啊，叫茶氨素。这个茶氨素呢，它跟咖啡因的作用是相反的啊，它是兴奋我们大脑里面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叫 GABA。我们以前的视频呢也做过，大家可以参阅。它兴奋了 GABA 以后呢，它就有一种安神镇静的作用啊，所以有人就发现了，你如果把咖啡因和左旋茶氨酸合在一起用的话啊，这个人他的注意力的时间更长。这个好处咖啡里面就没有了哈。最近我咖啡喝的少啊，就是因为发现这个咖啡喝多了，人比较浮躁啊，性子比较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大脑受到这个兴奋之后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疲劳状态。对我个人来讲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我就改喝茶。发现喝茶以后呢，这种状态呢就消失了。当然，咖啡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呢也比茶要高很多。同时它没有茶氨酸的这个平衡作用啊，所以我们以前有个视频啊，这个茶里面自带阴阳啊，就这个意思。第三个特点啊，就是红茶和绿茶里面都含有茶多酚啊，它是一种类黄酮类的抗氧化剂。我们知道这个抗氧化剂啊，它是中和我们身体过多的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很容易造成我们细胞和组织的损害，所以呢，抗氧化剂呢就起到这个中和作用。这红茶和绿茶里面的茶多酚呢就起这个作用，因为它们的加工方式不同，所以红茶和绿茶的茶多酚里面的类黄酮的种类啊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喝红茶和绿茶它们共有的健康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动物研究发现啊，它们都能够减少血管的粥样硬化的形成，最低的剂量能够减少26%，最高的剂量呢可以减少到68%。同时呢，红茶和绿茶都能够降低不好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还有呢甘油三酯。还有很多研究呢都发现喝茶呢还可以降血压。所以呢，每天喝1到3杯绿茶的人啊，比喝少于1杯或者不喝绿茶的人呢，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呢分别降低19%和36%。每天喝2杯红茶的人呢，也有类似的效果。那么绿茶和红茶，它们在类黄酮的种类方面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绿茶呀，它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抗氧化剂，叫做 EGCG。这个中文名字非常的拗口和奇怪，叫表酶石子 R 茶酸3倍酸盐，我们把它简称 EGCG 比较好记。这个 EGCG 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这就是绿茶的很多的健康益处呢都跟它有关。比如说试管研究发现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它还可以减少老年痴呆，就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淀粉样蛋白斑块的形成，这个被认为是脑痴呆的一个原因。第三呢，就是抗疲劳，补充了 ECGC 的小老鼠，它的游泳距离要长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护肝，可以减少呢小老鼠的脂肪肝的形成。另外呢，就是抗细菌病毒，它能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减少这个病毒的传播。另外，它本身呢也能跟大脑的受体结合，对大脑产生一种镇静作用。所以 ECGC 它是绿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氧化剂，有抗癌、抗菌、保护大脑和肝脏的作用。那么红茶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红茶它在氧化之后呢，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类黄酮，叫做茶黄素。这个茶黄素也能够作为一个抗氧化剂保护我们细胞组织不受自由基的损害。研究发现呢，它可以减少血管的慢性炎症。我们讲过，慢性炎症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基础。同时，它还能够增加一氧化氮的供应量，起到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也减少呢血管壁的斑块形成。它同时呢还有降低胆固醇、降血糖的作用。它还促进我们脂肪细胞的分解。如果大家想控制糖尿病和减肥的话，红茶的作用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我们到底应该选红茶和绿茶呢？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绿茶它抗氧化作用更强，红茶呢它的兴奋作用更强。绿茶呢含这个儿茶酸比较多，所以呢它同时有一个镇静的作用。红茶呢它在降糖、降血脂减肥方面呢效果会更好。但是它们两个都有个问题，它都含有一种叫单宁酸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会影响我们身体对矿物质的吸收所以呢大家在饭前饭后喜欢喝茶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喝茶呢最好还是在2餐之间。那么冬天你到底是应该喝红茶还是喝绿茶呢？赞成喝红茶的人说，因为红茶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属于温的不是那么寒不像这个绿茶，它比较性寒，有清热的作用。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中药的药性和天气混为一谈。这个寒和温在我们身体里面跟天气的关系不是特别大，而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一个体内有热的人，他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都会有。那么体内有寒的人，他在冬天和夏天也都会有。所以呢，更重要的不是说是冬天还是夏天，而是你的个人的体质假如说你年纪比较大有畏寒的症状，喝了绿茶以后呢不舒服，那你就喝红茶。那有的人呢，他的体质呢比较容易生热的话，那么你就喝绿茶冬天也是一样。很多朋友吃火锅吃很多辛辣的东西，其实呢绿茶呢应该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跟天气没有关系，而跟你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有关。今天呢，关于在冬天喝红茶还是喝绿茶的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和问题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转发和订阅。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